在64.5光年外的狐狸座深處，一顆被潮汐鎖定的熱木星正散發着詭異的古藍色光芒。這便是 HD-189733b， 人類首個通過2種獨立技術確認顏色的系外行星。它的天空既无地球的蔚藍澄澈，也無木星的斑斕條紋，而是被一層致命的藍色霧霾籠罩，成為宇宙中最神秘的色彩奇觀之一。這抹古色背後藏着怎樣的天體物理密碼？從2013年首次確認顏色到2025年最新觀測數據，天文學家們用了近20年的探索，正一點點揭開這層藍色面紗下的真相。要理解這抹古色的由來，首先需回溯它被人類捕捉的歷程。2005年，法國馬賽天體物理實驗室團隊通過 HARPS 光譜儀發現這顆行星時，並未預料到它會在顏色研究上創下紀錄。直到2006年，凌日觀測確認其3%的凌日深度，這意味着大氣信號極易被恆星光線放大捕捉，才為後續探測鋪平道路。真正的突破出現在2013年，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斯維特蘭娜·別爾久金娜團隊用西班牙 KVA 望遠鏡做出開創性發現，探測到 HD-189733b 反射光的偏振信號。這種偏振光來自大氣對恆星光線的散射，且散射範圍比行星本體大30%以上，暗示大氣延伸至行星半徑 1.3 倍以外的空間。幾乎同時，哈勃望遠鏡的光譜分析給出精準答案，在400至700納米可見光波段中，藍光反射率比紅光高出近3倍。結合偏振數據繁衍的顏色模型，最終鎖定這是深邃的古藍色，人類首次為系外行星確定色號。這抹看似神秘的古色，並非地球天空般的溫柔景象，而是極端大氣環境中劇烈物質循環的產物。2008年，天文學家通過米氏散射模型計算發現，其高層大氣中漂浮着大量直徑 0.01 至 0.1 微米的鎂硅酸鹽冷凝顆粒，這正是藍色天空的核心成因。地球天空的藍色源於氮氣、氧气分子的銳利散射及微粒直徑遠小於光波長時的散射現象，而 HD-189733b 的散射機制更為極端。這些波粒至微粒的直徑恰好處於銳利散射有效範圍，能高效過濾紅光與橙光，僅將藍光反射回宇宙。2025年最新紅外觀測更揭示詭異細節。散射層之下無地球平流層式的逆溫層，大氣溫度隨高度降低持續下降，意味着鎂硅酸鹽顆粒始終暴露在恆星強輻射中，經歷劇烈的霧態循環。白晝面1267攝氏度的高溫將其融化為液態小滴，黑夜面1067攝氏度的環境又使其重新冷凝為固態微粒，卻能維持穩定濃度與粒徑。這種循環類似 LTT9779b 金屬雲的形成原理，即便溫度極高，大氣中過飽和的硅酸鹽蒸汽仍能持續凝結，維繫散射層存在。若將視角拉近，假設站在這顆行星表面及高溫下鐵、鎂等金屬蒸發凝結形成的液態金屬雲層頂部，會發現古色天空呈現出因潮汐鎖定而產生的詭異空間變化。由於行星永遠以同一面朝向主星 HD-189733a， 白晝面的古色濃郁明亮，恆星炙烤使下層硅酸鹽持續蒸發，不斷補充散射層顆粒。黑夜面則被2000米每秒的超音速狂風約7倍音速席捲，來自白晝面的顆粒讓藍色霧霾實現全域覆蓋。在晨昏線這個溫度驟變的過渡帶中，顆粒處於融化與凝結的臨界點，古色會如藍色火焰般明暗波動。而到了日落時分，上層霧霾完全散射藍光，低層大氣僅剩紅光穿透，形成暗紅色光暈與鈷藍色天空的詭異對比，構成獨一無二的天體景觀。然而這層造就獨特古色的霧霾，既是天文學家觀測到的視覺奇觀，也成為探索其大氣深層秘密的屏障。2020年，科學家發現其鉀元素濃度僅為預期1/10，後續通過光譜模型證實，正是鎂硅酸鹽顆粒遮蔽了鉀的特徵吸收峰。鈉元素含量雖比 HD-209458b 高3倍，卻因同樣的遮蔽原因，長期未被探測，直至2021年高分辨率光譜儀穿透霧霾縫隙才確認存在。2024年，韋伯望遠鏡發現硫化氫時更遭遇挑戰。
這種臭雞蛋味氣體的吸收峰被霧霾部分掩蓋，只能通過複雜繁衍模型計算濃度。其中最令人困惑的當屬甲烷缺失之謎。按照太陽系氣態巨行星模型，本應存在的甲烷被2024年韋伯望遠鏡高分辨率光譜徹底排除。科學家推測，除高溫分解這一因素外，霧霾的強散射可能也掩蓋了甲烷的微弱信號。2025年哈勃望遠鏡的近紫外觀測又為這顆行星的古色天空增添了新的謎題。天文學家原本期望探測到鎂離子吸收信號，這是大氣被恆星風剝離的標誌，卻在2至4西格瑪置信水平下一無所獲，反而在2350和2600波段發現寬幅2價鐵離子吸收帶。這一結果與理論計算的每秒數百萬千克大氣流失形成矛盾，畢竟鎂離子本應充斥上層大氣。針對這一矛盾，一種新假說應運而生。古色霧霾可能起到屏障作用，鎂硅酸鹽顆粒像盾牌一樣阻擋恆星風侵蝕，將鎂離子鎖定在散射層中，既維繫了自身的穩定存在，又保護下層大氣不受破壞。若這一假說成立，那麼這層藍色霧霾不僅是極端環境的產物，更成為了行星的生命保護罩。HD 189733b 獨特的古色天空並非偶然形成，而是依賴於雙星系統提供的精妙條件。作為主星的 K1.5 微型橙矮星 HD 189733a 表面溫度達4875 K， 其可見光中藍光比例與太陽相近，恰好能匹配鎂硅酸鹽顆粒的散射特性。伴星則是一顆 M 型紅矮星 HD 189733b， 雖以紅光為主，但由於距離主星216天文單位約323億公里，對行星大氣無法產生顯著影響。2025年的高精度測量還顯示，行星軌道與主星赤道面傾角僅16度正負8度，讓大氣能以穩定角度接受輻射，避免季節性變化破壞散射層。與其他熱木星對比，其獨特性更顯突出。HD 209458b 的硅酸鹽雲層顆粒直徑顯著大於 0.1 微米，以米式散射為主，外觀呈灰白色。WASP 121b 白晝面溫度達3000 K， 硅酸鹽顆粒難以穩定存在，僅能形成鐵、鋼、玉等金屬雲。這些對比印證了古色天空的形成需要四重巧合適配的恆星輻射、穩定的大氣溫度、特定粒徑的顆粒、持續的動力學循環。隨着對 HD 189733b 探索的深入，未來的觀測計劃將進一步破解其古色天空最後的密碼。2026年，韋伯望遠鏡將啟用 MIRI 儀器開展中紅外光譜觀測，目標是繪製硅酸鹽雲層垂直結構，驗證此前關於50至100公里散射層厚度的推測。歐洲極大望遠鏡 EILT 計劃測量磷、氯等微量元素含量，探究這些元素對顆粒凝結效率的影響。2027年 NASA 的 TESS 衛星則將進行30天連續監測，捕捉恆星耀斑對顆粒粒徑的影響。科學家推測，耀斑可能會暫時改變古色的濃度，為研究大氣動態變化提供新線索。從2013年到2025年 ，HD 189733b 的古色天空已成為系外行星研究的重要符號。它不僅是宇宙中的視覺奇觀，更是幫助人類理解熱木星大氣動力學、化學組成與恆星相互作用的天然實驗室。這抹藍色背後藏着行星形成的密碼、大氣演化的規律，以及宇宙物質循環的底層邏輯。當韋伯望遠鏡再次捕捉到 64.5 光年外的藍光，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地獄星球的詭異外衣，更是宇宙用色彩書寫的教科書。隨着觀測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或許會有更多彩色系外行星被發現，但 HD 189733b 作為人類認識的第一顆有色行星，其古色天空將永遠在天文學史上留下獨特而深刻的印記。